孙中山第3次重大的挫折。1922年的4月，孙中山打算把陈炯明的头衔拔除。陈炯明知道这个消息非常生气竟然就在1922年6月发生了炮轰佛山总统府事件，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的侍卫队奋死抵抗，最后有惊无险，在海军官兵的奋战，再让英国也调停，就让这几艘军舰顺利的从珠江口逃脱。孙中山也意识到国民党已经腐朽，要有一支愿意为革命奋战到底的党军，这才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件。军阀不敢打死孙中山，又要孙中山影响力，又想要架空孙中山。孙中山非常生气，大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目无法纪。1917年，孙中山南下号召护法运动，可是袁世凯跟后来他的继任者陈其瑞都不断的违反践踏这部宪法。孙中山非常的痛恨，他认为未来中华民国这个法统要延续下去，他就在南方军阀合作，编桂系军阀，把非常大总统摘掉，要改成7总裁制。大家都是总裁，但是你只是7总裁之一。你有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像我们这一次要来聊国共合作啊，因为只有回到国共合作的起点，我们才能真正弄清楚两岸的纠葛啊，以至于当代的整个发展啊。那国共的合作是从何而起呢？我们该如何来谈呢？国共合作应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甚至我个人认为是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革命的方向。首先，我们孙中山的革命遭受了许多重大的挫折。我们知道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来在南北妥协之下，最后建立了中华民国。那成立了中华民国之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格局，就是当时在南方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后来改组成国民党，你要跟北方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系，再加上一部分的立宪派，如何彼此折冲，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就成为民国刚成立的时候重要的事情。最后由国民党的唐绍仪来担任国务总理，袁世凯来担任中华民国第1任临时大总统，其他的各个党派都可以在国会里面拥有席次，就建立类似我们讲联合政府这样一个状态。可是这个实验很快就失败了，各位，因为1913年发生了一件震撼整个当时中国朝野的重大的刺杀案，就是历史上的宋教仁遇刺。宋教仁遇刺的结果代表，以国民党为首的前同盟会的势力不太可能再继续跟北洋派的袁世凯继续合作下去，双方正式走向武力相向，就是历史上所谓的2次革命，也就在1913年展开，标志了未来民国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分裂跟内战。这一打就打到1949年整整37、8年的时间。其实这也代表了孙中山革命的失败。孙中山这个人最强的一点就是他不屈不挠的精神，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孙中山南下广州号召护法运动。各位，什么是护法？不是保护他的头发，护法运动其实就是只要维护当时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对，孙中山认为说，临时约法是当时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拟定的一套在正式召开国民大会执行中华民国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大法。可是我们知道袁世凯跟后来他的继任者北洋派国务总理段祺瑞都不断的违反甚至于践踏这部宪法，这让孙中山非常的痛恨。他认为说未来中华民国这个法统必须要延续下去，所以看在北方没有办法搞下去，他就在南方跟滇系桂系军阀合作。滇系军阀最有名的就是我们当时滇系的军阀头目唐继尧，另外一个比较重要就是广西的陆荣廷，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又称广州军政府。但是这个军政府，孙中山跟南方的军阀合作，很快就搞不太下去了。到了1918年滇桂系军阀把广州护法军政府改制了，把非常大总统的位置摘掉了，要改成7总裁制，找了一个前清很重要的一位官员，当过两广总督的陈春轩担任7总裁里面的首席总裁。孙中山非常生气，离开广州的时候大骂说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目无法纪。那他们当时拔孙中山的方法也很巧妙。孙中山如果继续跟他们混，相当于被利用啦，就说看我们军政府的正当性，因为之所以可以另立党中央，是有孙中山这张牌嘛。可这些军阀不敢打死孙中山，又要孙中山影响力，又想要架空孙中山，所以他们就搞了一招，说大家都是总裁，但是你只是7总裁之一。所以北边的北洋军政府，南边有护法军政府，就称南北对抗时期。不过讲一个实在话，根本也没什么对抗啊，因为呢军队常常出去回来也没什么打，除非北洋军侵略他们的领地，否则的话基本不怎么实质上
北伐。因为西南军阀要的就是割据一方嘛，对，那孙中山要的是希望能够全国统一，实现三民主义，所以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在理念上的交集点，所以这种合作根本搞不下去。一般我们看近代史或者说国民党党史，孙中山第3次重大的挫折就发生在1922年夏天的6月，陈炯明的叛变，这个事情对孙中山打击太大了啊！陈炯明这个人，其实我们前面就已经介绍过了嘛，这边就不多讲。他也算是孙中山的老部下，所有认识陈炯明的人都表示陈炯明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所以孙中山到南方搞护法运动之后，陈炯明就变成他身旁军事上所倚重的一位国民党籍的将领。孙中山大概1921年左右，在闽南的漳州这边建立了一个革命的基地，收集当时闽南到粤东这一带所谓的游杂部队哈。根据记载，大概6、7千人啊，其实也没有很多啊，就交给了陈炯明来指挥哦。当时陈炯明麾下的参谋长就是蒋介石先生，所以各位你看，蒋介石曾经是陈炯明的部下，就在闽南漳州这一带驻扎，准备攻入广东，把广东拿回来。我告诉各位哈，陈炯明很快就击溃了陆荣廷的几个部下。这件事情对国民党来讲，本来是一件可以说声威大振的事。可是打回广东之后，到了1922年，孙中山跟陈炯明之间的意见就越来越多。当时陈炯明是广东省省主席兼广州市市长，这都是有实权的位置哦，而且还兼任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当时是非常的兴奋，拿下广东之后认为说应该要择日北伐。结果让孙中山万万没想到的是，1922年春天，当孙中山提出北伐的意见的时候，却受到陈炯明的极力反对。因为这时候中国同一个时间还有另外一套政治意见也提出来，就是联省自治运动。其实这是在学哪个国家？美国。就是在学。陈炯明当时是好几次公开表示他赞成，他认为内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让全国陷入战争的浩劫，所以他反对。所以呢，当时就直指陈炯明就有私心，只是想割据广东而已啊。所以双方的意见就越闹越严重。后来到了1922年的4月左右，孙中山当时就打算把陈炯明的省主席跟广州市市长以及他的粤军总司令的头衔把他拔除。那陈炯明知道这个消息，当然非常生气啊！竟然就在1922年6月发生了历史上炮轰佛山总统府事件，历史上又称陈炯明叛变。陈炯明真是非常的狠啊！若不是因为孙中山身旁的侍卫队奋死抵抗，带着孙中山跟他年轻的太太宋庆龄一路突围血战，冲到了江边，登上了当时仍然效忠孙中山的海军哈，在这几艘军舰的护卫之下，混在珠江上。不过当时还有一个人啊，就是已经被陈炯明开除的蒋介石。蒋介石当时对陈炯明也非常的不爽，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亢奋，就带着他的第2任太太陈洁如女士从上海千里赴难赶回广东，登上了当时的永丰舰。最后也是有惊无险，在海军官兵的奋战之下，再加上英国也出来调停，就让这几艘军舰顺利的从珠江口逃脱出去了。最后孙中山辗转到了上海，暂时脱险。这一次对孙中山打击非常大。根据陈洁如女士的回忆录，孙中山哭得老泪纵横。首先在奔跑逃亡过程当中，他年轻的太太宋庆龄就不幸流产。孙中山握着当时千里复原蒋介石的手，你还没有抛弃我，国民党面还有像你这样的同志啊！也从此之后让孙中山对蒋介石刮目相看。但是而且蒋介石是叛离了陈炯明来投孙中山，这政治意义也很大。这件事情后来孙中山跟宋庆龄讲，我的党已经腐朽了，所以我必须要对我的党进行进一步的改造。而且孙中山也意识到国民党要有一支有信仰、有思想、愿意为革命奋战到底的这支党军，这才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件。但是孙中山也没有办过军队啊，要办一支军队也不是那么简单。另外还有一点是，孙中山也不太知道怎么改造他的党。过去同盟会是很松散的组织嘛，其实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也是一样，这种松散的组织很难肩负起完成中国革命的重任。不过严重的失败也让孙中山下了一个未来把国民党彻底改造的决心。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国共合作背景事实上是孙中山革命上进入民国时期，他所遇到的挫折不比在清朝的时候还要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对于孙中山来讲，他的年事也渐渐在增长了，他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继承者嘛。那年轻的蒋中正还有一个人格上的特点，就是不烟不酒嘛，据说也不怎么嫖妓，当时的男人一大堆都嫖妓嘛，他也不嗜赌，代表说他有一个奋发向上的精神哦。这时候年轻而有活力的蒋介石就被他看上了。